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神州桌游社，我是 Alex。终于我们来到了台湾的新锐桌游博览会啦。OK，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台湾，出席号称台湾最大的桌游展。那里面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乐趣，还有什么样的摊位会等着大家给大家体验呢？那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带大家进去看看，这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场景吧。Let's go。嗨，我是心灵角落的老白。那我们这次新锐有一些首发新品，还有一些第一次带过来的商品，那我就帮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一盒是我们这次新出的剧本杀，但它是一个要主持人的6个人的剧本杀。那它时间大概在3.5到4小时，不过剧本杀就相对比较难介绍，因为我一讲大家就爆雷就没得玩了。但我们这次还有其他的桌游品项，像是这个青春笔记，它其实是在描写大学生活还有压力管理的一些东西。那在游戏过程中，我们会透过引擎构筑的方式，从大1到大4，逐渐的去建构我们的学习历程和建构我们的生活故事。好，那这次真正的首发新品是这个猫先生的魔药锅，它是一个正向心理学类型的正向心理学特质的游戏。它利用一些华人的正向心理学特质，在故事过程中啊，我们要跟随这个猫店长。那他出门旅游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顾好他的魔药店。我们要透过提供一些新意的素材，让这些客人可以获得他们想要的魔药和他们喜欢的魔药。在猫先生回来之前，我们不要让他的店倒掉。这次来的游戏大概是这个样子。OK， 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米走工作坊的小琪。那我今天要介绍这款是我们新出的一款桌游，叫做《霹雳入阵50》。那它是一款有分成2个阶段的桌游，第一个阶段会是练等，第二个阶段会是打斗，觉得蛮好玩的一款桌游。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去后面看看开箱的样子。好，那我们这款桌游我刚刚说过分成就是练等跟打斗的机制。那我们每一个角色，我们可以在练等的时候选择场上有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可以去买武器，我们可以送礼物，我们也可以去进行讨伐敌人。对，那我们在不同的资源的获取上，我们的等级会慢慢提升。那当它等级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会进到第2阶段。第2阶段我们就会进行开始打斗。那我们就是用我们刚刚第一阶段累积下来的分数作为攻击力，以及练就的技能可以当做攻击的范围。那最后我们活在场上最后一个人就会是赢家。整个游戏时程大概60到80分钟，支援2到4人游玩。好，大家好，我是新天鹅堡的桌游编辑，我叫大荒。这次呢，我们新天鹅堡有出一个新品就是这个矮人矿坑矿洞逃生。它是矮人矿坑的另外一个系列。比矮人矿坑呢更直觉，更心机。如果你喜欢矮人矿坑系列的话呢，绝对不能错过这个商品。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现在正在啧募资中，就是我们这一款，当个创世城冲出地狱门。我们特地为了这个游戏特地做了3个不同的周边。这是只有啧这个募资才有限定的东西第一个是束口袋，可以让你放资源方块。第2个是专属的骰盘。第3个呢是放方块的方块资源转盘。它是可以让你自由转的，让你拿资源的时候呢，可以每一面都可以看得到。希望大家多多上啧支持。好，谢谢。大家好，我们是台湾的 2Plus Game， 那我们应该是台湾的第1家专业的桌游出版社。我们从2008年就成立了，所以到今年已经第15年。好，那今天我们在新锐桌游展展出的这个新品，第一个是我们的实话实说，它是一个我们算是在台湾销量最好的原创游戏。
它大概2013年出版的，所以我们今年出了这个是10周年的版本。在10年来呢，这个游戏我们出了3代，这个版本它是属于第4代。那前面的3代呢，销量已经是5万套了。对，这是一个应该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如果有接触桌游的话，那这个游戏它有什么样的魔力呢？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认识自我的游戏。在这个游戏当中呢，它里面会有100多张的词语卡，大部分是用来形容人的。那游戏当中，我们拿到这些词语卡之后呢，会把它发给其他人，那是以面朝下的方式。你觉得最适合这个人的词语卡，你就发给他。也就是说，你是在帮别人贴标签，别人也会贴标签给你。那你收集到的这些词语卡，把它面朝外，那游戏进行就非常的简单，每个人轮流猜自己有没有收到某一种词语卡。好，比如说我会问说，请问我是不是很有才华？然后其他人就会说，没有没有人给你这张卡片，你是不是觉得太有自信了？你怎么会觉得自己有才华？那就是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你会一直暴露你对自己的认知，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可是会跟别人的印象当中可能合得起来，可能合不起来。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会有一个更加认识其他就是朋友的一些方式这样子。好，那就是重复以上的流程之后呢，最先把自己面前词语卡全部猜出来的玩家就获胜。好，那今天介绍我们的另外一款这个吃早餐呢，它是一个台湾很有名的绘本。那它绘本的内容当中介绍了全台湾每一个县市，有70种很有特色的早餐。那我们就是收集这些早餐的素材呢，把它转化成桌游。那游戏当中就是我们会去请我们的朋友吃早餐，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新的朋友，所以你不知道他喜欢什么。那进行的方式有一点点像刚刚说的，实话实说，你抽的朋友卡，它上面的喜好呢会往外摆，所以你要猜他喜欢的是什么。那在游戏的前期，你会先去请其他人的朋友吃早餐。那因为别人的朋友卡你是看得到的，所以你在请他吃的时候，你会直接得到分数，同时也会让别人得到线索。好，那别人也请你的朋友吃早餐的时候，你慢慢的会了解他的喜好。那等到如果你猜出你自己面前的朋友喜好的卡片，就会得到很多的分数。好，那游戏当中就是最先完成猜到2个朋友卡的，那游戏就会结束，那会比总共招待吃早餐的分数这样子。对，那这个是我们今年的这2款最新的新品。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新的桌游厂商，我们叫露娜星球。对，我们原本是做玩具的，婴幼儿玩具的玩具厂商，然后我们现就是做娱乐嘛，然后所以我们就跨到桌游区。对，这个都是我们的新品。对，然后这个是我们这次主打的，我们台日联名设计的，这是我们日本设计师画的，就是魔骰竞技，它是有4个角色，然后可以用技能跟咒语去争夺骰子，然后得到分数这样子。然后这2款是我们比较算是儿童的桌游，对，像这款是我们动物 Say Hello， 就是年纪比较小的，从3岁以上就可以玩的。然后是有声桌游，就是会发出声音的。然后这款是我们炼金术，就有点像是数学加减法，对，去抢那个数字。对，这是我们新的桌游，请大家支持我们一下，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浮木魔上设计师，我叫 Jim。那这是我们今年推出最新的台湾原创的桌游，叫做《蒙甲画像》。那《蒙甲画像》的故事背景呢，是在讲1980年代的台湾黑道。那当时的台湾黑道非常的猖獗，那你在游戏当中呢，就会扮演黑道势力的车夫。那车夫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就是利用小姐去赚钱。所以在这个游戏的故事背景当中呢，你就是利用这3个小姐去想办法尽造最多的经济利益，就获胜了。OK， 那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呢，你有非常多版图拼放的过程。就像是我们在构筑这整个城市一样，像我们的牌里面会有非常多的建筑物，像例如说你会看到这个万华分局，然后你会看到是西门红楼等等各式各样蒙甲地区的特殊的景点跟古迹。好，那这个古迹呢，我们作为拼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很像是一个城市构筑的过程。那城市构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车夫的角色。我们这个车夫米宝呢，很可爱的这个车夫米宝，我们会在这个城市当中穿梭完了之后呢，当我们发现，这个可能是我想要经营的地方，我想要利用它来赚取经济利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我们手上的这个小姐，我们手上有一个小姐姐的手上有3个小姐姐的原片哈，我们就会把它占领这个区域。
占领这个区域之后，如果呢别人没有把我这个区域打下来，那未来我就会得到我的经济利益。OK， 所以你在游戏的这个5个回合当中呢，你就会想尽办法把你的3个小姐姐全部放到这个全部的这个地图上面去，然后想办法不要被人家打。那这个游戏特别有醍醐味的地方是，你拿到了这张手牌啊，其实同时可以当成一个版图拼图，把它拼到台面上。之外，它也代表的是你要挑战别人，你的小姐要去挑战别人的小姐嘛，哈。我们来黑道抢地盘。那黑道抢地盘呢，看的是这个上面的资源数量。当你要争取的是红灯区的区域的时候，我们看的是红灯区的点数有几个。所以当你拿到这张牌的时候，你要想的是，你要把它拼到版面上，让自己的面积越大越好，还是要把它作为子弹，未来去攻击对方。OK， 那请大家支持我们台湾原创的桌游。那这款桌游叫《蒙甲花巷》，在下个月，也就是10月份的时候，我们会上嘖嘖集资。OK， 好，那请大家支持我们，谢谢。嗨，大家好，我这边是狗飞火车娱乐设计啊，可以叫我阿轩。那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话带来的，我们自己本身有 logo 的新品的话是这个，大家都知道一夜终极狼人吧？啊，那这个的话就是一夜终极政变，它跟一夜终极狼人一样，只需要进行1个晚上。可是呢，它跟差别就在于说，每一个角色会根据它的阵营的不同，会有不一样的玩法，所以呢，它的更多变，然后更耐玩。再来的话，这个是全新美术的阿瓦隆，后面会有扩充。对，虽然玩法一样，可是等扩充出来就会有更多不一样的玩法。然后这边的话呢，是我们最近这个礼拜才刚货柜到台湾的新品《云诺天劫》那个镰刀战争系列续作，超好玩，好不好？就不用再讲了。那个波元戴斯，对，经典的出版社，只要是策略游戏玩家不会不知道这款出版社。岁月史书配件也超级美的，好，做好你自己的书，很漂亮。滑板之下的话呢，就是你就是骰骰子，然后呢想办法做出各式各样的技巧，然后顺便嘲笑别人运气很差，就是这样子的游戏。在南河旅人很经典的一个有点类似板块拼接，然后再加上农分数的游戏。那你们就是一群探险家，然后绘制各种水路地图，然后甚至是各种国家地理样貌。对，最后一样看谁分数最高就好了。对。好，大家好，我们是想要设计。那我们现在推出的这款新的游戏叫做阳光果农，它是一个骰写清册的一个游戏。在游戏呢，我们骰骰子，我们会决定好我们要种植的水果的颜色以及数字在我们的田地上面。那每个颜色呢，都会需要种在田地上面之外呢，我们会决定我们要种的数字大小。比如说数字比较小，表示这个果树是非常高经济价值的，那我们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分数。除此之外，如果是比较大的数字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个叫做阳光的祝福。阳光祝福就是，如果相同的数字获得了5个，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田地上直接框出一个田地出来。最后呢，这个分数呢会直接去做加总。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是数独的 combo， 只要我们横牌或是直牌有1、2、3、4、5、6不同的数字的话，也可以获得数独的分数哦。这是一个 combo 的一个骰写的游戏，是一个需要有点策略的一个游戏玩法。如果有喜欢策略游戏的话，都可以来参考一下。谢谢。Hello， 你好，我们是疯狂岛，我是疯狂岛的江江。然后我们这次的新品呢是控制狂魔王，还有宠物好拍档。宠物好拍档它是一款反应类的游戏，就是有点类似心脏病，就是我们满足条件的时候就要找到它的角色卡，然后去拍。对，然后这款的话它是骰子类，然后是吹牛的游戏。对，它好玩的地方就是我们会轮流当控制狂魔王，然后我们会用这些，就从这6种 token 里面选3种来当做你的武器护盾。代表等下勇者人用这3种武器打你的话，他们就会因为攻击失误而被扣分。然后魔王呢会有这些技能卡，然后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出技能卡的时候，你是背面朝下放置的，所以你可以选择要不要骗人，你可以就是用这张效果，但是你可以念其他，比如说我出这张，我说心灵暗示，对，然后其他人可以选择要不要抓你。如果被抓到的话，这张就会无效。但是如果没有被抓的话，你就会可以成功骗人，发动你刚刚那个骗人的效果。我们就是要努力的让你的勇者的武器是你刚刚选的那3个武器，然后让他们扣越多分越好，大概是这样子。请大家多多支持。
好，我们今天带了2款新品。第一款新品是图腾师，它是一个板块拼放的游戏，每次开局可以不一样。然后我们的个人任务非常的简单，它还可以是由别人完成，你打出来赶快就可以得到分数，所以在当态的部分就不会是一个问题。规则非常的简单，所以老人家也很适合一起跟小朋友一起玩。还有特别的小帮手带来策略的不同，就是有趣的图腾师。我们今天卖非常好的商品，也会带去埃森的桌游展和大家一起分享。然后接下来这边选汪与喵也是我们接下来即将开卖的商品。那它是一个选举游戏，在猫派、狗派跟中立兔兔派之间的战争，究竟谁会赢？我们是政治的操盘手，我们要做的是在里面得到名利双收，名誉的跑条跟利益的跑条，这是可爱的罐罐，就是我们的利益。那加起来最高的人就会获胜。它是一个半阵营的游戏，虽然每个人有阵营，但是每个人支持的东西不太一样。你有一些盟友，但他不会是你永远的好朋友。怎么在里面得到最多的名利，就靠你的功夫啦！谢谢。Hi.And I come to Japan. Sorry, my English is so terrible, you know. And this year, our new game is this Striving in the Squares, like a mutual style, respect. And this game like a Shanchi, so like a chess. This game included 8 characters, and every character have some special effect. And also, yes.Beauty tile and beauty board, and your goal is get 3 space, center line, you winner immediately. If you want to some information, please come to our website and maybe here. Thank you. Have enjoy. So we are Peace Guild from Japan, and we have brought the new game in this Taiwan Expo. And our game is a trick-taking game. So our group loves a lot about these trick-taking games, and we made the new system for it. So in this game, we have 5 suits like this. And so for this wingsuit, there are only white card. And for this suit, there's only black card. And for blue and red and yellow, there's a white card and black card. So it is so like unique point of this game. And in this trick-taking game, you really don't want to win the trick. Because if you win the trick like this, so if this player wins, this player takes 2 black cards. And black cards are always gonna be the minus point. So in this game, you don't want to win the game. You try to lose the game, and you want to press the black cards to other players. So yeah, that is the unique point of this game, and very simple. So yeah, so let's play the game. 各位马来西亚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桌游爱乐士，台湾的出版社。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成立10年了。之前出版过的桌游呢，有花见小路、一姬之道、漫步彩色岛，还有彩色岛跟圆楼，都还蛮受欢迎的桌游。今年呢，我们有出了一个新款的游戏，叫 Shadow House， 是犯人在跳舞的国际英文版。那我们呢有让这个里面的卡片的角色能力呢有做了更多的变化。如果有兴趣的玩家呢，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这个新的游戏 Shadow House。谢谢。Hello， 大家好，我童哥。那我们这边是 GG 工作室。那最主要，我们今年新推出的品项是最新的小市长。那小市长本身是一个卡牌 combo 的游戏，就是如果你是喜欢玩一些类似火星、殖民火星或 Argonova， 就是
方舟动物园的玩家，就是可以感受每一张卡牌不同组合的感觉的话，那我会蛮推荐小市长的。对，然后还有今年我们主要另外推的就是这个台湾夜市，让我拿过来一下。好，那台湾夜市就是我们去年在募资的游戏，然后今年上 KS 成绩也不错，所以这次有包含它的扩充。有包含扩充跟一些解锁项目在里面，然后今年我们2个礼拜后我们会带去德国的艾森，对，大概我们的主力是新的小系列跟我们的台湾夜市，对，感谢。Hello， 我是深颜色工作室的 CK。那今天这个是我们的新品猫狗公园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上一款游戏意图的简化的版本，因为上一款意图呢比较复杂，我们做一个比较简单可爱，就是适合亲子同乐的一个版本。那一样，大家在公园里呢要走路，然后去占领领地。那特别的是呢，两边呢他们是死对头，不可以相见，他们的视线会看到他们的实质范围。所以今天狗狗要往左边走的时候，必须跳过去。OK， 这样子只算一步。所以今天要透过这个方式呢，去占领领地。那如果领地有连成一线，那就可以盖起一个房子，房子可以去更加的保护它，就不会被对方给取代掉。所以游戏就会玩到你有占领9个领地，或者是盖了4个房子就会结束。对，它是一个轻松简单的游戏，适合给就是合家欢乐这样子。那最近就是准备要上市，所以到时候出版的时候再请大家关注我们的消息，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弥生桌游的负责人。好，那我们这次展览带来的东西就是主要是这个柜子跟这个柜子的东西这样子。好，那大概讲一下，这个也是算老游戏，但是是最近才到的老游戏，因为它从卖到上市中间经过了2年，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些精致的模型，然后很多很多盒这样子。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真的就是新游戏了，对，就是今年做的，然后最近刚到货的游戏，主要是这款 The Hunt 猎杀行动，它是一款2人的海战棋游戏，那就是英国对上的德国，然后大家之间有一些心理博弈的猜疑游戏。那这款也蛮推荐的，这款是老游戏布鲁塞尔1893，那今年推出新版本之后还加了新扩充。那换了美术，然后加入新东西，游戏就变得更好玩这样子。这一款是我们预计年底会做繁体中文的集资。那制作团队一样是我们巫师的那个团队翻译，然后排版校对这样子。这款游戏是知名的美式模型游戏《复仇女神号》公司去年集资的游戏，那今年年底会推出，会跟我们合作，然后制作繁体中文版，明年上半年推出。这个杀戮尖塔，杀戮尖塔是我们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做的繁体中文版的集资，预计本来是年底，但好像有稍微延期到，好像是明年2月的时候才会到货。对，那也是一款知名的电玩改编的桌游这样子。这个大西部开拓者系列，它也是个很经典的老游戏。那去年跟今年又个别推出了阿根廷版跟纽西兰版这样子。那如果你喜欢大西部的话，基本上这2盒都不要错过。那这个可以讲一下，这个蛮有趣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Century 香料之路嘛，以前是3盒，然后这次是3合1，再送你新货，再把一些市面上的东西加在一起，装成一个大盒卖给你，蛮特别的。那喜欢香料之路的玩家应该也会想要收藏一套吧。好，那最后讲的是这一款阿克快尔并购风云。好，这款游戏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老的游戏，大概在1964年的时候发售的。那经历了多次改版之后，今年刚好2023新版本，刚好是我们跟香蕉桌游一起合作推出的游戏。那它也是这一款游戏系列首次的中文化，而且是繁体中文跟简体中文同时上市这样子。那我们除了游戏中文化之外，我们还推出繁体中文专有的周边。像是这个手提箱，还有特制的钞票。好，那因为目前是样品，所以还没有正式的那些周边出来。到时候还会有就是提袋，还有一些特殊的道具，可以帮助大家玩游戏玩的时候更轻松这样子。
然后这边有 DM 可以稍微看一下，对，因为游戏品项实在太多了，所以实在是没办法一一细讲啊。好，这样子就介绍完毕。Hi, nice to meet you. We are Ngũ Hành Games. We are Vietnamese board game company, and this is our very first time in Taipei, Taiwan. So we bring with us today to the Taipei is Hội Phố, one of our most bestseller games. And also we introduced a new game just released early this year, Con Thiên Mệnh. You can see. And the special thing about us today is that we have Chinese rulebook for every of our games. So if you want to look at the Chinese rulebook, you can go to our website, nguhangames.com, and to read the rulebook. Yeah. "你好，我是这次日本来的Sashi上的帮忙的叫玛莎。那我们简单介绍这个游戏，它叫 Come Sail Away。这个游戏简单来讲就是说，玩家是豪华客船的服务人员，我们需要把客人带上船。可是每个客人都有任性的要求，我们需要满足。我们一开始玩游戏，我们每回合游戏会有选角色卡片，可能会有2个人、3个人或4个人。我们选好之后呢，我们要决定说顺序。我们会有颜色顺序，要照顺序把客人带上船。那客人要放上船的时候，也必须说房间要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就要确认房间的放颜色的规则。有些房间只能放1个颜色，有些房间必须要凑齐4个颜色。所以如果我们放错颜色顺序后，就造成我们扣分。游戏基本上它算是个规划路线，但是有点小小的运气要素的游戏。谢谢。大家好，我们是大玩桌游。那我们家的游戏呢，大多数都是跟机关行号、政府单位合作的主题式游戏。那我们最新的游戏呢，是这个选情风向球，有关于主题，有关于媒体识读的部分。我们跟媒体识读基金会合作，做出一套就是，我们在选举之前会有很多的讯息，我们如何分辨真假，能够来妥善的辨识。学习，然后成为一个优秀的媒体识读者，是一个这套游戏的核心价值。欢迎有机会的话，都可以来参观，来跟我们试试看。来，我可以帮你们做简单的介绍，谢谢。大家好，这里是远星文创，这是我们新出的一款游戏，叫做《血与刃的白蔷薇》。然后我这边是，那我稍微跟大家快速的介绍一下这款游戏。这款游戏呢，其实就是血刃阵营跟白蔷薇阵营这2个阵营之间的争斗。那白蔷薇阵营呢，他们要把他们就是至高的这个白蔷薇圣女去推向圣坛，所以血刃阵营就希望能够追杀他们，要设法阻止他们把这个神圣的仪式完成。所以就是白蔷薇就是有一堆信徒就要帮忙挡刀啊，还是怎么样子。总之，血刃阵营就要设法在他们白蔷薇成功逃脱之前，杀到足够多的信徒去阻止这个事件。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款游戏作为身份阵营游戏的一个故事背景。那这款身份阵营游戏它的特征呢，是它非常的简单，它是5到10人游戏，但它进行一场非常快，可能5分钟到15分钟你就可以打完一场，你可以很快速的感觉一个就是阵营游戏的体验，并且不会像一些比较旧的阵营游戏，你可能会花很多时间，或者是玩一场下来，很多人都可能有一个人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游戏在做什么，因为这个游戏非常简单，其实就只有出牌或不出牌而已。那也可以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即将要在11月去参加新加坡的 ABGF。那如果马来西亚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到那边找我们。谢谢。你好，我是玩具设计的 Dray。这是我们所有的游戏。那么特别要介绍今年我们得奖游戏 Vitamorse， 它是一款类阵营心机的策略卡牌游戏，在游戏中，玩家扮演死神，用硬币投票决定人的生死。那么，故事背景是设定在中古世纪欧洲黑死病的时候，所以在玩家会想办法让这些人的生死规律造成他们的胜利条件走，然后进而得到生死的大权。那么，游戏里面有很漂亮金属配件，还有上面有很多拼音文字，这就是拉丁文。
对，都会有其拉丁文的用意。对，希望大家会认真知道这款游戏。然后它也是今年在英国得奖的游戏。那么另外一款游戏是我们这个收灵记，现在已经看到的是放大版的收灵记，旗子都是抱枕。游戏很简单，轮到你的时候拿一个旗子放在棋盘上，当你放棋的时候，上下左右有棋子的地方就必须翻面。一旦你让4个相同颜色的棋子连成一条线，不管是直的还是横的还是斜的，你都可以把它拿走，并且得到1分。这是我们学习最快速，而且是我们最受欢迎的棋类游戏。虽然你现在看到放大版，但是小盒版一样会有在贩售，可以让大家体验一下亚洲新设计的棋类游戏。那很希望你们可以在之后我们参与的任何展场上，或是我们的活动里面看到我们的身影，记得过来跟我们打招呼，然后帮我们加油打气，让我们做出更好的游戏。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森林多人实验室的陈志凡。对，那这个是我们这次的新游戏，它叫做“就算是无双勇者，也怕遇上这款猪队友”。那它就是一个专门坑队友的游戏。玩家呢，我们大家彼此要一起成立一个冒险团，然后出去解任务。但是解完任务成功的时候呢，却是出力最少的那个人，就是最投机、最偷懒的那个人，他却可以先领奖赏。那出最多力、贡献最多的人，却必须在后面面对哥布林，然后就是要有一些扣分啦。对，所以呢，那你要怎么样可以坑到你的队友，就可以得到最高分获胜。那就一个这样子的游戏，希望大家会喜欢。Hi, my name is Jeffrey Chia from Good Spirit Games. I'm glad to be in Taiwan for this board game convention. I'm here to promote two of my games. One is Contraband Insider, that's my first game. It's a strategic deduction game whereby players will get to play a role as corrupted police officer working with a syndicate that sells contraband goods. So while you're trying to confiscate other players' contraband goods and hope that you will keep your contraband goods. Yeah, so this is quite a strategic 3 to 5 player up to 45 minutes game. Alright. Nightmare of Sushi is my second game. It's a much more simpler family-like kind of game whereby you score points based on whether you're eating the good sushi or very bad sushi. Alright. So what's so interesting about this, right, is there are two objectives. Either score the most points from good sushi or get the worst outcome and you still win the game. Yeah, so I'm glad to be in Taiwan and I really hope to be back here next year. Yep, so thank you. 大家好，这边是百龙玩具，我是 Taco。那这边我们这一次新锐的主打品呢，叫做渗透因子。那它其实是大概3年前在 Board Game Geek 上面一个桌游竞赛项目的优胜者设计师所设计的游戏。那我们很有幸呢，就是得到了他们全球的授权，然后我们自己加以编辑之后，再重新设计，所以出版的这个游戏。它是一个多人的合作的类似逻辑推理的游戏。在过程中呢，我们扮演的是一个秘密组织里面的特务。那我们组织当中呢，潜伏了一些所谓的间谍。那我们要想办法呢，把这些人揪出来，绳之以法。对，那过程中呢，我们必须呢要做很多的数字上面的推理，因为借由删去法的过程，然后去找到这个数字里面的答案。对，然后我们最后就成功的预测出来。然后大家一起共同获胜。那这游戏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呢，除了一般的玩法之外呢，它其实提供了20个剧情任务，所以其实它是有任务模式的。你可以从剧情1玩到剧情最后一关，总共有20个关卡，然后体验一个完整的故事。我个人是非常推荐这个游戏。那它在上个月的月底，在北京的 DiceCon 首卖，那在展场期间呢，就卖破了100套，所以非常的受到欢迎，在此推荐给大家，谢谢你们。大家好，我们是那个历来做的工作室。那这是我们今年发行的游戏，叫做抢头香。那抢头香它是一个以就抢头香为主题的游戏。那游戏过程中就是会有宫庙，然后大家手上会拿着自己的家人，我们要去宫庙前面占位置，然后等到位置都站好之后呢，就是代表子时到了，大家往前冲，然后看谁冲到最前面呢，就会抢到头香，就会抢到比较多的分数。那玩2轮，就是过了2年之后分数最高的玩家就会获胜。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有趣的主题，然后把它做成桌游。那我们这个游戏可以2到5人玩，那它是算是一个派对游戏，但是也有一点点心机，就是如果喜欢或是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我们的粉专来关注一下这个游戏，或者是到桌游展的时候来找我们这样子。然后喜欢的话，就是可以找一下 Google、FB 搜寻历来桌游工作室，然后可以找到我们粉专这样。谢谢大家。逛完新锐展回来啦，终于回到马来西亚了。OK， 那这个影片的结尾呢，我就要分享一下我逛这次的台湾新锐桌游展的一些心得吧。OK， 那其实呢，主要以一个字就可以结束了，就是热。天气热，然后那些人又有热情，然后整个展又有热闹，就是热。对。没有啦，当然不可能那么简单的讲完这次展的心得嘛。其实我在那个展结束之后呢，还要在台湾待多几天，就是带着女朋友嘛，以半工作半旅游的形式去到台湾，然后前几天就工作 ，OK， 那后面几天呢就是让自己放松，然后带女朋友去逛逛这样子 ，OK， 那现在呢，终于回到了我的家啦。那这个展呢，其实主要会有几个大的收获。第一呢，就是这些游戏啊，当然，其实一开始没有想着要拿那么多游戏回来的 ，OK， 老实讲，我的游戏真的是有点多啦，对比起其他国外的一些自媒体，看到他们拿回去的游戏，还有我自己拿回去的游戏，其实我算有点多，因为想着2个人2个 luggage 嘛，然后就给带多一点这样子。确实也是刚刚好，无论是重量还有那个容纳的空间，其实都是刚刚好的。OK， 然后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着会拿那么多游戏，主要就是这个展它有一些以班的销售形式去做销售，那还有爱乐丝啊或者是 GG 工作室这样子，他们就是买2送1，那我就反正要买，然后第2个好像有一点兴趣这样子，那我就直接买整套了嘛。那当然呢，除了这种自己入手的形式以外呢，还有幸运报表的抽奖，然后那时候我买那个爱乐丝的游戏，然后有消费抽奖嘛，那我就 lucky 的抽中了多2个游戏。那当然还有蜜汁味大大，还有在赞助我多另外2个游戏这样子啊。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赞助商，他们又在赞助我一些游戏来做内容了。对，所以这些游戏，这个影片的结尾呢，我不会先介绍这些游戏，因为这个影片都很长了嘛。那这些游戏呢，可能会后面在之后以不一样的内容呈现方式呈现给大家知道，请大家记得留守哦。那光这个展第2获得的收获呢，就是认识到很多大大啦，就是看到很多的桌游自媒体。那其实，在台湾整个桌游都已经算是比较成熟、比较稳定了嘛。那也萌生了很多不一样风格的桌游自媒体，也透过这次旅程见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大大，然后有稍微交流一下。特别是还看到对 Alex 我来讲的自媒体偶像啊，就是有看到桌游菜鸟啊，然后有遇到立马这样子。那第3的收获呢，就是认识到更多不一样的厂商啦。对，那除了自媒体之外，还有一些厂商，在整个台湾里面呢，其实出版社是非常多的，然后他们也以不一样的形式和风格去呈现他们的游戏，去制作他们的游戏这样子。然后通过这个旅程呢，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他们自己的宗旨，然后自己的风格是什么。在马来西亚方面，其实很多人就 self-publish 嘛，然后想要透过这一次的交流，可以给一下本地的设计师，他们有另外的一些想法，可能去闪密或者是对接他们的游戏给这些国外的厂商，然后帮助他们去生产游戏之类的。OK， 那主要的心得就是这一些啦。其实如果要讲后悔的部分的话，其实与其讲后悔，就是有一点小可惜啦，就是本来是想要讲好好的玩，好好的体验嘛，就是不要那么认真的去工作，对。就想要这一次体验更多的游戏，然后最后还是不知不觉职业病犯了，把相机拿出来，然后开始进行访谈这样子。那之后呢，也因为一些突发状况，还有一些时间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去完成访问每一个厂商和出版社。So， 在此我对一些没有访谈到的出版社，还有一些没有交流到的一些自媒体大大讲一声抱歉，不好意思啊。希望想要提点自己的就是下一次。因为这是做一些访谈性质的一些内容嘛，可能下一次真正的去坐下来去试玩跟体验，然后以图文的形式跟大家去介绍在展内会有什么样的新品给大家知道。OK， 那以上就是我这次逛新锐展的小小心得啦。OK， 本期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当然，请务必要留守这一些游戏的内容。OK， 无论是以什么形式的呈现方式也好，请多多关注我们。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请在下面点赞、留言、加分享。那如果你有特别想要看这些游戏的哪一些教学内容的话呢，请务必要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一手桌游与你畅游，我是 Alex，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拜拜。